我的有机菜园会用到大量的碎木屑，每年我都会通过一些线上平台让伐木公司给我送上一大卡车。一般伐木公司在砍完树之后会就地把树木粉碎做成碎木屑，然后再运走。他们的运输是需要成本的，倾倒场所往往也都是需要收取费用的，所以他们会非常乐意免费的把这些碎木屑就近的送给需要的人。这些碎木屑是完全免费的，当然如果你能在平台上付给他们至少20块钱的小费，对他们的帮助还是挺大的。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支付平台的费用，也是对他们劳动付出的一种感谢，同时对我们这些有需求又比较着急的人也是有好处的，能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让我们优先得到碎木屑。碎木屑的运送往往是不能保证时间的，可能是几天后，也可能是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，基本上就是它有了就会按照需求的顺序给送出来。他们大多数时候会提前1天发邮件或者信息通知，但是并不完全保证，所以我们最好是能提前准备出一块足够大的空地留给他们倾倒。有时他们会开很大的一辆卡车过来，地方小可能放不下。如果我们去找地方主动购买的话，这些碎木屑还是要花不少钱的。只要我们自己有实际的使用需求，并且有足够的体力把它们运到菜园子里面，那这些免费的碎木屑就会是非常有价值的，而且多多益善。接着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机菜园为什么需要碎木屑，怎样使用，优缺点有哪些，以及从哪儿能够免费获得。首先咱们来聊一聊有机菜园为什么需要碎木屑。碎木屑是非常好的有机质，能够平衡土壤温度，减少水土流失，增加土壤肥力和有机质，提升土壤结构，保持土壤湿润，减少病虫害，抑制杂草，让菜园整洁干净。它是有机菜园永续发展的重要物质。那么我是怎样使用碎木屑的呢？第一，碎木屑可以用作菜园地表覆盖物。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碎木把菜园里面所有走路的地方都覆盖上，这样不仅美观，更重要的是能够抑制杂草的生长，起码能够保证1年内不怎么长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碎木的厚度要达到至少2到3英寸，也就是5厘米以上才能有效防草。除此之外，碎木铺在地表上还能保持住水土，避免水土流失，同时下雨的时候地面也不会泥泞。我们肯定是不希望去菜园摘个菜，鞋底沾上很多的泥回来，有了碎木屑，鞋子就会一直干干净净的。第二，碎木屑可以用作树木和蔬菜的根部保护，把碎木屑铺在树木根部周围，或者是铺在大型蔬菜，比如西红柿、茄子和辣椒等的根部周围，能够保湿保土，提升根部温度，增加土壤肥力，好处非常的多。不过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只铺在根部周围，不要挨着植物的根茎，避免因为分解发热对植物根茎造成损伤。另外，对于盆栽种植来说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铺在花盆或者种植袋土壤的表面，保护根部，锁住水分。对于冬天植物的保护，将碎木铺在土壤上面，覆盖住植物根部和周围，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暖作用，给植物安全过冬增加额外的保障。第三，碎木屑可以用来保护种植土壤，增加土壤肥力。这种使用方式需要在秋天的时候，蔬菜收获之后，将碎木屑铺在种植土壤表面，然后等到春天播种前2到3周混入土壤中。这样做，一方面碎木覆盖着土壤，能够保证土壤结构，保持土壤的温度和湿度，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，从而促进分解过程，逐步增加土壤的肥力和有机质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在春播前将部分分解的碎木提前混入土壤中，能够让有机质进一步分解，方便播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从秋天到春天能有5到6个月的时间让碎木分解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把太大的木块挑出去，尽可能的使用小块的碎木和更细小的木屑。如果用的碎木比较新鲜，或者是木块个头比较大，那么即便是分解了小半年之后，混在土壤里也往往是不适合直接播种种子的。这个时候要注意观察一下，如果不适合播种种子，那就采取育苗移栽的方式种植。第四，碎木屑可以用来堆肥。碎木和木屑长时间的堆放，逐步分解，可以慢慢转化成堆肥，变成菜园的宝贝。不过这个过程通常比较漫长，如果碎木块头比较大，又没有人工的加热加湿干预的话，可能需要1年或者更久的时间。其实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找一块闲置没用的空地，
把免费的碎木屑堆在那里，不用去管它，过上1年2年的，充分腐熟之后，就可以和土壤混合起来用来种菜了。如果我们的碎木屑比较细小，或者把碎木、青草和树叶一起堆肥，再混上些原土，那么分解腐熟的速度会快上很多。一个常用的做法是用碎木屑覆盖住草和叶子，等碎木屑发酵产生白色菌丝后，把它和下面的草和叶子混合，经常的撒些水，定期的翻上一翻，这样我们就能更快的得到堆肥了。对有机菜园来说，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购买堆肥土的费用，这也是典型的用时间和空间换金钱的做法。第5，如果养鸡的话，碎木屑还可以用来铺鸡舍。很多种菜的朋友在种菜的同时，可能还会养上几只鸡。养鸡的好处太多了，不仅能得到好吃的鸡蛋，还能实现简单的生态循环。菜园里废弃的菜叶子、菜地的杂草、蚯蚓和虫子都可以成为鸡的食物。这些东西在鸡的身体里转一圈之后，除了直接长肉和生蛋之外，排出的鸡粪混在土壤和有机质里，再给鸡挠上一挠，就变成上好的堆肥了。这些堆肥最后返回到菜园里面充当有机肥料，能够让蔬菜长得又好又壮。当然了，为了能够给鸡更好的生活空间，让鸡健康生长，同时也使鸡舍更加干净美观，我们可以给鸡舍以及鸡的活动区域铺上碎木屑，这样碎木屑就可以和鸡粪天然的混合在一起。我们只要每年清理出来一次，堆上3个月，做成堆肥就可以使用了。碎木屑在鸡舍里另外的好处还有，下雨的时候不会泥泞，这样鸡脚会保持干净和干燥，鸡会比较开心，也不容易生病。同时碎木覆盖的土地下面很容易产生蚯蚓和其他小虫子，这就给鸡提供了额外的饭后甜点，这些可都是纯天然和高蛋白的食物。第6，碎木屑也可以用来烧制草木灰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对户外焚烧没有限制，那么把免费的碎木屑晾晒得非常干燥之后，烧成草木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特别是那些大块的碎木以及混在碎木中的树枝，挑出来烧成草木灰，或许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了。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把那些容易燃烧、不容易出烟的挑出来烧掉，剩下的那些用来保护种植土壤和进行堆肥就更好用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草木灰是天然的钾肥，混在土壤中种菜，往往比很多购买来的肥料还要好用，而且源于自然，最后又回到自然，妥妥的有机生态循环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没办法焚烧树枝碎木，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作前面几种用途吧。说了这么多碎木屑的好处和使用方法，那么碎木屑有没有什么缺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？答案当然是有的。碎木屑有可能会改变土壤的 pH 值，也存在潜在的传播病虫害的风险。比如大部分种类的树木做成的碎木屑，在初始的分解阶段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土壤的 pH 值，而松树、柏树的碎木屑则会微弱的降低 pH 值。这些对土壤 pH 值的改变，通常都不会对树木和已经长大的蔬菜和菜苗产生不好的影响，但是对种子发芽和幼苗的生长确实是影响很大，所以要避免在播种种子和培育幼苗的土地上使用碎木屑，除非是已经充分分解腐熟了的。对于树木和已经长大的蔬菜和菜苗，尽量不去使用新鲜的碎木，最好放上几个月再用。用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挨着根茎去堆积碎木，而是应该离开一点点距离，比如10厘米。虽然提了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也没必要过于担心而不敢使用。碎木在大自然的中和作用下，很快就会和周围土壤一起趋向酸碱平衡了，而病虫害的传播通常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，即便发生也是有办法处理的。最后我来分享一下免费获取碎木的方式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。我获取免费碎木用的是 getcheapdrop.com 这个网站，您可以登录它的网站看一看它是否支持您所在的地区。这个网站可以送碎木屑和原木，或者是两者混合的，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。一般家庭如果没有大型链锯和劈木头的机器，是很难处理原木的，千万别选错了。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就是查找本地伐木公司的网站和电话，跟他们联系，也可以得到免费碎木屑或者用作劈柴的原木墩子。还有当地的垃圾场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有时不仅会有免费碎木，还可能有免费的堆肥土。再有就是 Nextdoor、Facebook 这类网站上也会有免费碎木的信息，
经常使用这类网站的朋友可以在上面找找。大家如果还有其他对种植有帮助的免费资源，也请留言评论。您的留言不仅是对我们频道的支持，也能造福大家。与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感谢。